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吴昕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陆金阳。 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逼成这副模样？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的怎么样了。 师傅，感觉吴昕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啊！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抹去邪祟，对这药人之术同样的压制效果。不信，不信！不信？你明知道，可真无信！ 看着我，看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，明叫无心，可真无心。清风明月，无怨无声无畏无怨。道是一念是伤，一念是恶，善恶是难测。苍生难渡，悲悯人间。大道无形，大爱无缘。前世刘姐，坐吧。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好不好？ 刘姐，你没事吧？败，我败了吗？雨儿，母妃，瑟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！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，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？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吴昕命中注定就是那天神临世、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影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是儿，你竟然……母亲，你走了又回来，是要带着我这个兄弟吗？不是，师兄，你带雨儿走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萧雨想杀我，争抢皇位，我不在意。但是他害死了我的朋友。他今晚发动天启之乱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他甚至勾结男爵，入侵北里，又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
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你是要杀了雨儿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！我终于是那个被选择的人了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不过母亲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离开天启了？还有你，不要一副以为自己赢了的样子，还没结束呢。师妹，我猜你是想以这东西胁迫我和孤剑仙为你杀人吧？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了要人之书。雨儿，你大逆不道！殿下，师兄住手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在那日见到母亲之时，我便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落入你的陷阱，被制成药人？我不懂药蛊之术，所以只能让自己身陷囹圄。降妖为魔，6根清净。退！天启，时儿，好，真是令人感动的母子重逢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那一个家庭。你走吧，带着你这个儿子走吧，一辈子也别回天启城了。愚蠢！师妹今生若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不会过得如此痛苦。你还如此的去伤害她。师兄，文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义父，你这一生痴爱母妃，自然是会为她说话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当年师妹和叶鼎之已经逃出了天启城，他们隐居在姑苏城外，但却又被人骗回了天启。你想想，是什么让他放下了眼下的幸福，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牢笼里面？是你，我。当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说你在天启染上重疾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天启，也就此，他被困在天启，引发了魔教东征。而第二次，我本可以带他离开天启，可他又拒绝了，是因为他跟萧若锦做了交易，要保住吴昕的命，也要保住你皇族的位置。这些话不过只是托词罢了，都是托词。我曾无数次的说要来到天启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因为他看穿了你根本就不想放弃你皇族的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他在为你隐忍，在为你承担。你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吗？愚蠢！是你放弃了所有人。萧雨，你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，其实你得到的宠爱也很多。我母妃早逝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向往的。可你执着的，
想要与我争抢的，都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师兄，尽快带雨儿走。师妹，可这个畜生，他对你下毒。娘娘，做错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萧瑟今天就是一死，也不会放萧雨离开这里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他必须去大理寺，由父皇定罪。原来我这一生是最大的笑话。殿下，老七，事到如今还是不服吗？只有自己先看不起别人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殿下。夏雪。那是七弟吗？他怎么会在那儿？七皇子今天在稷下学堂与其他皇子打架，被升上罚跪。七弟虽然调皮，但一向知分寸，为何会无缘无故的打架？因为七皇子不服气功课成绩排在六皇子后面，结果被其他皇子嘲笑。有皇子拿宣妃娘娘的事来说话，七皇子一怒之下，哎，六皇子。你就是我的六哥。嗯。有一天我会赢你的。
这回我可真的要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你就不多住几天再走？天启城如今大势已定，狮王府已被查封，那诡异夜鸦也已经伏法，月姬我也治好了。你们稍后把他送去寒水寺，与明侯重聚即可。这里没有我的事了，我当然可以走了。那你直接回天外天？我先把母亲送去木良城，待她心情平复之后，再回天外天处理一些琐事。等一切落定之后，再来找你们。小瑟，我们去那边等你。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？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，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现在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。我想问问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，我给不出答案。教你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待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你把门一关，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，然后当下的想法，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。听起来有道理，我试试。走吧。汉与君重逢。小瑟，我们和吴昕还会重逢。混！参见父皇。你来了，父皇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啊，如今老七已经死了，锦轩嘛，也很快就要去守皇陵了。他是陪着姑一起长大的，算姑求你，饶他一命。儿臣不敢。刚才小神医跟姑说，姑有2个选择，一个呢，就是可以活下去，能至少保1年的寿命，但是不会再下冰榻，也可能再也没有清醒的时候了。再有呢，就是姑可以重新拥有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或许只有3个时辰。你们猜，姑是怎么选择的？大胆滑稽，怎么敢让陛下做这样的选择？哎，莫要怪他，这是姑自己做的选择。
乃强迫医者华锦所为啊！华锦救姑于危难之际，赐黄金1万两，天启药炉2房，封太医院副医正。若未传召，可不入天启。多谢陛下。对了，青州穆家3公子穆春风，救姑有功啊！赐雪松长船1架，就叫春风号吧。啊？谢陛下。姑年轻时和你父亲曾饮酒作疗啊。你父亲呢，野心很大，他能够允许你来天启，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学医呀。他想要什么呢？1架长船，恐怕是不够的吧？让你这个朋友做皇帝，够不够啊？父皇，愿意当皇帝吗？哎呀，当年呐，先皇也是这样问姑的。姑当时是这般回答的：皇帝是由天选，不由人选，想不想都没有意义，只是看那一刻有没有做好准备，负担这天下。姑的这个皇位呢，不是天选的，是那天晚上提着刀抢来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真正的天选呢。听说天斩宝剑都现身了，那么这件事物，你要不要也给众人展示一下呀？父皇，您刚才的问题我还没回答。姑还没有死，姑还是天下的帝王，姑做的任何决定不需要回答。可如果这上面的名字我不满意，我会撕了的。那天下就会大乱，你不想看见大乱，姑也不想。上面的那个名字，你满意吗？金轩，这个你保留着，不许打开，事后交由钦天监保管。是。都下去吧。楚河，你留一下。你小的时候是个从来就不怕冷的孩子，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天启城
下了很大的雪，连路都很难走。可是你呢，非要去玩马踏飞雪，就一个人骑着马围着天启城转，结果迷路了，一直到了天黑，才被蓝月侯给带回来。过去看你，你的手还有耳朵都冻伤了，可是你呢，还兴奋地嚷嚷着第二天要继续。记得。结果第二天儿臣就病了，那场病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儿臣还记得，父皇那几天一直陪在儿臣身边。姑心里害怕呀。为这个事儿，姑几次责怪自己，为什么要看折子？为什么不陪你去呢？否则的话，你也不会迷路，也就不会冻伤了。儿臣那个时候，半睡半醒之时，看到父皇陪在身边，儿臣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在儿臣心中，父皇您才是唯一的神明。儿臣这么多年学兵法、习武道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保护你。哎呀，楚河呀，如今你也是20有余了，你这几个皇兄皇弟都有成婚了，你呢？将军府那个叶若依怎么样了？他从小就跟你交好。叶小庸啊，虽然告老还乡了，但是呢，仍有君侯封号的。儿臣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哦，呵呵，哪家的女子？羟县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朱雀石啊！呵呵呵。哎呀，朱雀石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他妻子很美，想必他女儿那也是个美人呐，啊，挺好的。哎，就是江湖上的人嘛，心太野，待不住的。比如宣妃。哎，宣妃走了吗？走了。走就走了吧。你那个姓雷的兄弟怎么样了？无大碍，受了点轻伤。他不想做官吗？不想。他只想做个大侠，然后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哎呀，比他父亲聪明。父皇，父皇怎么在说笑了？哎呀，楚河，你说，如果姑当年不顾一切让若风活下来，那么现在会是什么样？父皇，人生都有岔路。当我们做了选择，选了一条路之后，就注定看不到另一条路的风景。无论是仙境还是深渊，都无从得知。哎呀，姑
太乏了，该歇歇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嗯，是，去吧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那黄金棺材里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。大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趁乱？那个白发御剑的人我看不出深浅。聒噪！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球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56没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56。到。你，好，压定离手。不好！随空池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
五脏六腑就会被全部震碎，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嗨！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环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金霜，赵子柔，玉如意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
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二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唐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这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！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。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雪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了：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
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天风。 击中了，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 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武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 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虚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 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 这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 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。 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 知道的还不少，可惜了。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
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你好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，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吴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。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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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剑侠，
师弟他不会。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！师弟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。我过来，冷静，过来！冷静。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！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无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喂，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
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，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吴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父想用伏魔神通消除吴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吴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吴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来！想不到居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戮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
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姑娘，大半夜里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很危险的。啊，冒昧了，在下宁采臣，
请问，姑娘芳名？公子难道不知道这厮闹鬼吗？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我叫聂小倩。姑娘，聂姑娘，小倩。2运3风水4积功德5读书6名7相8敬神9交贵人10养生11择业与择偶12趋吉要避凶。这位先生，能算命吗？你呀，不能再找人算命了。啊？你看啊，人生下来呢，有个命，命是定下来的，是前世的善恶决定的，和这一世的善恶无关，改不了的，算出来也没用。这一世的善恶改变了的是运，但运不是那么好改的。这样吧，你给我200文，我保证你逢凶化吉，从此无忧。不是，200文就能改运，有那么神吗？那当然啦，去年小女子幸得这位先生相助，嫁得如意郎君，如今是特地来谢谢这位道长的。哎呦，这位道长啊，厉害得不得了！哟，哎，看热闹去！哎，不，我给你逢凶化吉呀！哎呀，等等，什么热闹，待会一块儿啊！你看看，好像要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？你不知道啊？辅国大将军刘洪基刚从塞外回来，原本一直驻扎在城外，怎么突然进到长安城里了？听说呀，这刘洪基张扬跋扈得很啊！哎呀，他要是面圣的时候还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反正不关咱们的事儿，到时候就看好戏喽。就是。那裘书生怎么还在啊？萨摩，快换了衣裳，给老娘收房钱去。小倩，小生宁采臣，你们是？这里是长安城，我叫公孙四娘。你现在在我客栈里，他叫萨摩，我这儿打杂的。你昨天晚上去兰惹寺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衣服上扎满了麻黄，这种植物喜干，那附近的山上只有兰惹寺里长满了麻黄。兰惹寺，干尸！兰惹寺里有干尸！干尸？小生不敢说谎，兰惹寺真的有干尸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别学人家装疯卖傻。住店钱不收你的了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就早点搬出去。我没装。兰惹寺还有一个女子叫聂小倩，你们找到她没有？你大晚上的在兰惹寺碰到个女的，不是人吧？是女鬼吧？我听说呀，兰惹寺的女鬼专门吸人血，把人活活吸成干尸。伙计说你在这里，有急事，萨摩跟我走。什么事啊？北村村口死了人，赶紧跟我们去看看。又是北村？嗯？喏，这个家伙也是今天早上北村村口来的。他是？啊，他叫宁采臣。这书生昨晚去兰惹寺了，早上昏倒在北村村口。一个马队路过，把他捡回了长安，丢在我店门口。就是那个闹鬼的兰惹寺。啊，对，干尸，兰惹寺有干尸。
真的有干尸！哎呀，嚷嚷一早上了，非说是蓝惹寺有干尸，干尸把你搁在村口等着路人来救啊，干脆你们把他带走，让他帮你们找干尸。这是办案，又不是郊游。反正我不管，要我去的话，我必须把这书生带着一起去，否则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你萨摩，你说你……好吧，好吧，都去，快一点，紫苏双叶都在村口等着呢。别怕，他们比僵尸厉害。哎，这不是早上那个书生吗？这谁啊？这书生今天早上晕倒在村口，后来被村民发现，送去四娘店里了。紫苏，他看不了尸体，去村里找线索了。这事儿这么快就惊动了上官家，恐怕死者身份不一般呢。他是当朝的刑部侍郎江震。哦，尸体怎么这么白啊？怎么死的？江震头上有被钝器敲打的痕迹，不过不致命，应该是先被人敲晕，然后捆住手脚，割开血管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尸体被放光了血，所以才显得尤其的苍白恐怖。死亡时间呢？应该是昨夜的亥时到丑时之间。难怪江震穿着便服，看来是半夜匆匆的出门。钱袋在哪？哦，还在呢。莫非是仇杀？哦，还有，江震不一定是在河边被放血的，失了那么多血，附近应该有大量的血迹才对。被放血，又被抛尸在这儿，江震会和什么人结下这样的血仇呢？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，我再做进一步的检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好。来人！等等，怎么了？麻黄草，他去过蓝惹寺。蓝惹寺就在这河上游的方向啊！早听说那里闹鬼，看来真的有看吸人血。那些干尸，都给我住嘴！看来确实得去一趟蓝惹寺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蓝惹寺一趟。走吧，书生，带我们去找干尸啦！我已经做了尸检，这些干尸死了少说也有近10年了。哎呀，我长这么大见过那么多死人，干尸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而且是一地干尸。哎，紫苏来了。我听村里有人回来说蓝惹寺发现干尸，就过来了。村里有什么线索吗？昨晚村长家女儿办酒席，全村人都在祠堂，没人注意村外面发生的事。倒是蓝惹寺10年前的大火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。10年前的大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蓝惹寺早在前朝就是个荒寺，一直阴阴森森的闹鬼，人们总在那附近听到女子的乐舞声，村民都绕着道走。10年前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那火烧了3天3夜，没人知道怎么起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灭的。在那之后，闹鬼的传闻就越来越多，就更没人来这附近了。所以说，这些干尸，他们就是死在那场火里。哎呀，这都死了，烧干净就完了吗？尸骨尽毁，这种死法叫人看了心里难受。这些人躲在地下，
死前一定经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但是正是因为留了全尸，我才有可能查明他们的死因，为他们伸张冤屈啊！到底是什么人，能弄出这么样一个地洞呢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江震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他和这些干尸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尸体怎么了？这些死者都是女人，而且她们的面部轮廓比一般人要深。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怀疑她们是胡人。没错，萨摩说的对，十有八九是胡人。书生，你昨晚到兰惹寺是什么时辰？我记得我走到村口，天刚刚全黑，然后又走了大约1个多时辰，才迷了路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亥时吧？这么说，你在兰惹寺的时候，江震还没死？我不知道什么江震，我就想知道小倩呢？小倩又是怎么回事？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他要么是凶手，要么也肯定看到了什么。先别管那个小倩了，先把尸体抬到我那儿去。是。三炮，你去把江镇府里的人带到大理寺问话。好的。老夫是江侍郎府上的老仆。你最后见到江侍郎是什么时辰？我最后一次见到主人是戌时，主人说要睡了，他把所有的下人都支开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的门。你又知道些什么？小的昨天晚上亥时去上茅房，看见主人站在房门外读一张纸条。等我从茅房回来的时候，又看到主人从房里出来，神色担忧，放了支信鸽。小的不知道跟案子有何关系，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喂，大清早的又去哪儿鬼混啊？我约了子苏，再到兰染寺去看一眼。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你知道兰惹寺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干尸复仇啊！干尸啊，一到半夜就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样子，先把人引到兰惹寺里，然后再杀了他们。杀了之后，再喝他们的血呀！啊，这么恐怖啊！可不是嘛！来。你从干尸洞口找到的铜盆我看了，上面的花纹确实是拜火教独有的。这个佛寺居然还跟西域的拜火教有关系啊！嚯，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把守兰惹寺，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哎，这地上的东西好像不是石头啊。铜镜。还有个耳环。怎么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们？有吗？走吧。江镇一案查得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臣正在尽力破案。朕还听说，郊区的古寺里发现了数具干尸，闹得长安城上下人心惶惶。依微臣所见，这两个案子恐怕有所关联。哦，陛下，干尸案事关胡人，应转交给萨保府处理。莫非康公是觉得李某查案不力，才要把案子揽入自己手中？李少卿，辅国大将军刘弘基上殿。陛下，
臣来晚了。臣刚刚回朝，就听闻江侍郎噩耗，十分痛心。臣愿协助大理寺共同查案，恳请陛下恩准。康将军在边疆劳苦功高，此次回朝还愿为朕分忧，朕岂有不准的道理？谢陛下。岂有此理！刘弘基还没通过陛下的同意，就直接把自己的人驻扎在兰惹寺了，而且还态度蛮横。今天上朝的时候，那个萨宝康广达也很奇怪，急着要把干尸案往自己手上揽。这刘弘基和江震是同一个地方来的？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大家都饿了吧？晚饭马上就好啦。这城里的传闻可是越来越离谱，有说女鬼吸血的，有说干尸复仇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啊？这会不会是拜火教的什么古怪习俗？我在这间客栈这么久，可是见过不少拜火教的，没听说过有把人烤成干尸的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和宗教祭祀没有关系。今天我和紫苏在兰惹寺寺边上，又挖出了一面铜镜和耳环，线索越来越乱。看来，这个寺的过去才是关键所在。但是现在兰惹寺被刘弘基的人把守着，也没有办法靠近啊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发愁有什么用啊？吃饱了才有力气破案呢。哎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不三不四怎么那么慢？哎，书生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昨夜回来就睡到了现在，刚起。你等会儿，昨天一天也没见到你说的小倩，你不是在编瞎话吧？恐怕真的是我的幻觉吧。哎，外头宵禁了。我门口透口气。小萨，怎么？快起来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大清早的吵人睡觉，快起来！什么事儿？萨宝府的康广达也死了。什么？你叫上书生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好，你赶紧的啊！哎，正找你呢。走，又有人死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哪儿你甭管了，没准能看见家小倩呢。走。我不去，走了。我不去，走了。都说了我不去了。走。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夜的子时到寅时之间，死亡原因还不清楚，身上别处没有伤痕，头是死后才砍下来的。什么情况？尸体下面有麻黄，又是兰惹寺啊！哎，他怎么也来了？还不是萨摩非让我把他拽来。紫苏姑娘，别怕啊，别怕。这是什么？不清楚，好像是被什么虫子咬过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啊，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什么事？说。回禀官人，主人干嘛吞吞吐吐的？说。既然主人已经过世了，老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主人生前有个库房，专门存放别人送来的礼。刚才丫鬟过来说，见库房门虚掩着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那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哇，你们主人够可以的，这些东西得值多少钱呢？
这么重要的库房，就没个人看守吗？回官人的话，原来有个看门的，昨天主人突然发了好大的火，把那个人打发回家了，还没来得及找个新的。你快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。是，快点点点点。哎，李治，你们官差不多大，你家里是不是也这么多宝贝啊？我说你少了什么东西？回官人，珠宝摆件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3幅陆探微的画。主人最宝贝这画，也不挂出来，特意放在柜子的第2层，一来不落灰，二来万一进了贼，也不引人注意。陆探微的画穷理尽兴，视觉言相，包前蕴厚，古今独立，非复激扬所能称赞。想不到康广达康公身为武将，能有这么高的眼力。这锁是用钥匙开的，这府里有多少人有这房间的钥匙啊？回姑娘的话，这库房的钥匙，只有主人和我2个人有。就你们俩有？哎呀，老奴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别无二心呐。况且老奴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杀死一个壮年男子，还把头砍断呢？那就是那个看门的，他对主人怀恨在心，先抢了钥匙，再杀了康广达，然后把现场伪造的像蓝惹寺案件一样。那看门的人不可能知道麻黄的事。有道理。对，绝对不可能是看门的。论价钱，陆探微的画还不及这些玉钱，可凶手呢，光拿了这些画，却没有碰其他的东西，可见非一般的莽夫。会是谁呢？先回去再说喽。请。来，客官里面请。吃饭。来请。书生呢？被萨摩硬拉去看了个无头尸体，回来就发了烧，房里躺着呢。江震死在蓝惹寺，什么人能半夜把他从府里叫到蓝惹寺去？不明白。另外，你们说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康广达的头砍下来？都不明白。这2个人都是朝廷重官，而且这2个案子好像都与蓝惹寺的过去有关。这江震是出门之后在蓝惹寺被杀，而康广达却是在戒备森严的萨宝府里夜闯萨宝府，不被看到一点踪迹。这凶手不是一般人呢。哦，那这么说来，这越来越和蓝惹寺的干尸有关系了。人们流传的干尸变成女子杀人的传说，会不会是真的？看来这书生没有骗人呐。这世上哪有鬼，哪有什么干尸啊？老大，吃。还有个地方很奇怪，如果是仇杀，那么杀康广达的人为什么要拿走那些画呢？小撒，来，你不吃也倒掉了。我以为你要留着当宵夜呢。你是怀疑书生？你怎么知道？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还不清楚吗？你硬拉着他去看死人，肯定是想看看他的反应。哦，你也看出他说谎了？是你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胆小怕事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赢者保身。保身。
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。我在思考。刘洪基早上没有去早朝，你跟我一起去兰日寺看看。那个书生怎么样？睡得香着呢，我找小六在隔壁屋守着。放心，这些个碗碟。禅。哎，李少卿，刘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李治看将军没有上早朝，很是担忧，特来拜见。李少卿，刘将军他不在，你请回吧。来了，李少卿。刘将军，老夫今日身体偶感伤寒，没有去早朝，有劳李大人费心了。几位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去坐一坐吧。不必了，告辞。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吧！啊，见到我老大连马都不下。不是他不愿意下，恐怕是他站不了。为什么？他腿上渗出血了。你也注意到了？看来刘将军刚和什么人打了一场，肯定不是塞外的旧伤。看你挠了一路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那天去过江府下人房以后，好像被什么虫给咬了。给我看看。啊，看，特别痒。去找双叶。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无头尸体根本不是康广达。一个养尊处优的五品官身上，不可能全是虫子叮咬的疹子。还有，他的手脚指甲都十分粗糙，只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下人才会这样。我推断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被解雇的看门人。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尸体没有头，我们却一眼就认为他是康广达，因为他死在康广达的房间里，而且他还穿着朝服。奇怪，今天不上朝，他为什么穿着朝服？我们都被下意识的反应骗了。虽然发现了细小的可疑之处，却没有最早的定人推翻。什么人会想要伪造康广达的死？还记得当时紫苏说的吗？夜闯萨宝府却没有被看到一点踪迹，肯定是个高手。要是他，根本不必潜入萨宝府杀人呢。还有，这个人精准地拿走了陆探微的画，是他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为了不让嫌疑落到他的头上。这江震也是他杀的，可他为什么要杀江震呢？这个我还没想清楚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跟兰惹寺过去的秘密有关。三炮，你去趟康府，要几张康广达的画像，明天就带人全城搜捕。好。案子终于破了，我们去四娘店里吃饭去。好主意。哎呦，这雨啊，一阵有一阵没的。哎，幸好这画像没湿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案子都快破了，还吃不下去啊？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。等雨停了，这样三炮把康广达给抓了，一切不就明白了吗？那书生呢？在楼上呢。我去看看他。来吃饭。书生，我们一起在下面吃庆功饭，你要不要一块来高兴高兴？什么？凶手抓住了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。明天就要开始全城搜查，你来不来？来。书生，下次一块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想把这本书给读完。你们吃哈。
那我们去吃了。就你呀，信不信？分分钟给你拿下！等我哦。少卿，少卿，又有人被放血死在北村河边了。什么？他，就是他！啊！死于今天凌晨，和江震一样的死法。杀死他的和杀死江震的凶手一定是同一个人。难道我们一直都想错了？也许康广达根本不是为了逃避嫌疑才伪造死亡，而是为了让想要杀他的人认为他已经被干尸案的凶手杀了。可是他还是死了呀。这么说，我们不仅要找干尸案的凶手，还要找另外一个想要杀康广达的人。他身上还有很多乱伤，像是经过了一番打斗。割断血管的痕迹是2种不同的痕迹。打斗？谁呀？我，给你送早饭。进来吧。你这猪窝呀，也不收拾收拾。给你猪食。这什么？我已经吃过了。一晚上没睡啊？弄什么东西呢？照妖镜啊。这些都是兰惹寺附近发现的，胡人用的铜盆、铜镜，还有一个胡人用的耳环。哎，这哪是什么胡人的耳环呀？这就是个汉人家孩子都有的长命镯呀。长命镯？对，就是婴儿出生保佑长命的小镯子。干嘛？我去找子苏问点事。你赶紧回来给我把这儿收拾了啊！找到了，16年前江震、康广达护送一对进贡的胡姬，然而这对胡姬半途逃亡，江震、康广达早就认识。而江震和刘洪基也是来自同一个地方。我终于明白1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老道让我来找你们，快去大理寺，书生大清早起来就认罪了。啊！走。宁采臣，你可知罪？人不是他杀的，人不是他杀的，此案另有隐情。都是我杀的，江震和康广达都是我杀的，定罪吧。那你说说看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回答我，你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没必要告诉你，是根本没有理由吧？你一个外地来的书生，刚到长安，能与他们有什么恩怨？
你看看你自己，弱智仙仙，你有什么能力杀死2个武将？纵有可疑之处，但完全不足以让人相信你是凶手。你在替谁认罪？皮皮，皮皮，谁？昨天夜里，我和四娘叫书生下楼吃饭，看到书生胸前有一滩水渍，可是书生的鞋却是干净的，这说明有个人偷偷进过他的房间。原来我总以为凶手是个男人，直到闻见你房中淡淡的脂粉香，我才意识到凶手是个女人。你胸前的水渍应该是她的泪痕，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从未露面的神秘人，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小倩。你在兰惹寺对小倩一见钟情，之后得知她的身世，心生同情，才想替她顶罪吧？彩晨，彩晨，小倩，血海深仇，不可不报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与宁采臣无关。姑娘，你到底有什么仇怨，要残忍地杀害这么多人？小倩要杀江震和康广达，都是为了一个原因，她要为母报仇。16年前，曾有一对进贡的胡姬莫名失踪，而当时负责护送的正是江震和康广达。不难想象，他们为了一己私欲，把胡姬私藏了起来。但不知何时，胡姬搬到了兰惹寺里。我和紫苏在兰惹寺附近挖出了一些胡人的东西。一开始我以为那些只是些胡姬的配饰，直到色娘提醒我，那里面有一只长命镯。我这才想到，在大火中死去的胡姬们，可能有后代复仇，对吧？我母亲和她姐妹本应送到宫中，却不成想被那帮人偷偷藏进了兰惹寺。从此，兰惹寺变成了这些高官淫乐的地方。直到某天，我娘怀了我，在姐妹们的帮助下，偷偷生下来，养在地洞中。我5岁那年，在后山摘果子时，寺里起了大火，所有人被活活烧死。我眼睁睁看着那3个禽兽笑着离开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复仇计划就开始了。好了，这一切既然都是聂小倩所为，那么你们放了小倩吧，她只是给她的母亲报仇啊！求求官人了，你们放过她吧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来人，把这2个人都绑起来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在大理寺放肆？刘将军，欢迎您旁听。萨摩，继续。康广达生性胆小多疑，他害怕杀死江震的人杀掉自己，更害怕被另外一个人灭口，而那个人就是你，刘洪基大将军。你这是满口胡言乱语！刘大将军曾任晋阳令，而江震也恰恰是当时的晋阳公副监。你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，一起干这样的勾当并不奇怪。江震死前发了一支信鸽，而第2天你就进了长安城，一上朝便向陛下要了这个案子。这一切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口说无凭，
你们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小倩就是最好的人证。他有2条命案在身，他的证词如何取信啊？给我拿下！要抓我，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。小倩。小倩。听说刘洪基出城了，难道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刘洪基在边疆战局上很重要，陛下不会因为这种陈年旧事就治他的罪，还是让他回塞外打仗去吧。这样一个罪人竟然毫发无伤，而一个年轻的女子却被仇恨给毁了。这世上的事情怎么说得清楚呢？吃饭了。鸡腿儿，走啊！哎。谢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的幻术呢，10文钱包教包会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啊，变戏法的，你过来。走吧。你干嘛？我要学幻术，我要学会。 15文。啊，这么多，我可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学会幻术啊，今晚吃饭1个鸡腿变3个。我钱不够，我回去给我娘讨点。你给我等着，别走啊！好，不走，你快点啊。走。你怎么来了？王嗣成前夜被雷劈死，烧成黑炭，你可知道？我们老大让你去看看。 不去，老大准备了香茅烤春鸡，吃不吃随你哦。烤鸡，哎，萨摩，王嗣成的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？就在你脚边啊。这儿。嗯。 屋脊上的龙头3炮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不在房上，蹊跷就在房中。平常人家，房上往往设有龙头引雷，龙蛇伸向天空，蛇根连接引线直通地下。我刚看过引线了，
在房内的一节竟然被截断了。什么？并且这引线被截断后，被人接上了一根细铜丝，一直通到这桌下，隐蔽地绕在桌腿上。可是，这是个木桌，难道还能把人电死不成？巧就巧在，这不是普通的木桌。你们看，这木桌上镶嵌有雕花的铜条，只要将铜丝接到这铜条上，房梁上的雷电就会直接引到房间里。更巧的是，你们刚说，王嗣成平日在房间里都不喜欢穿鞋吧？看来，凶手对王嗣成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每日既然只有他一人赤脚在书房习作，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书桌上动手脚。可是现在尸体成了焦黑状，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去把王夫人请过来。是。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去看看王嗣成的尸体。萨摩，要问夫人什么，赶紧问吧。夫人，请看这尸体的牙齿。是不是王嗣成？是他，缺了3颗牙，是景泽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路过厨房的时候，碰巧看到的。哎，我为了办案看的。我今天去厨房，看到了下人给王嗣成煮的汤，把芹菜煮烂到那个程度，说明王嗣成一定是哑口王。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你属狗的。5方开外我就闻见了。我要是偷着吃点东西还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是哪里的美味啊？我怎么从未闻过？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。怪，萨摩饮食大法第34条，样怪则鲜美。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萨摩，出事了，赶紧跟我走！哎呦，急什么呀？天大的事也要等我的鱼汤开锅了再走啊！赶紧跟我走啊！我要喝汤！快跟我走！要喝汤！跟我走！喝汤！快走！汤！走啊！死者陈耀宗是个书生，伏案习作时被劈死在家中。哎，这尸体可真有造型感。哎，他的手里紧紧握着这个，你们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书生在平康房有一位私交甚好的小燕姑娘，这东西可能是他给的定情之物吧。来人，在，去把小燕姑娘找来。是。耀宗，耀宗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女从未见过。官人，求你一定要帮忙破案啊！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别再做戏了，
我觉得你杀死书生的可能性最大。什么？书生忙于科举，顾不上你，跟你进行了诀别，此事有误吗？没有。所以，你因爱生恨，杀了书生，并造成雷劈死的假象。不是。跟王嗣成的事件重合，企图逃过制裁。不对，凶手不是他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浑身脂粉香气浓，装束庄重，并且身上有很强的酒气，妆容也有些花调，头发不整，应该是在妓院招待了一晚上客人吧。并且我推测，书生应该并不是要跟小燕姑娘断绝来往，而是许诺考取功名后就回来替她赎身。你手里紧紧握着的，就是书生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小燕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想问就问喽，干嘛藏着掖着？我没有。爱问不问，难受的是自己吗？哎，小撒，是我想问啊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小燕姑娘嚎啕大哭是为了玉佩的事儿？很简单，她进来的一瞬间，第一时间就是摸自己胸口以上2寸的地方，不是心口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为了平复呼吸，而是说明她的胸前挂有饰物。而且王嗣成夫人也让我见识到了，死掉爱人的那种伤心是演不出来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王嗣成的尸体那边还有没有发现？暂时没有。